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北京有一家家居店，里边卖各种口味的德式布丁塔，看评价说是全北京最好吃的布丁塔。巧了，我家门口就有。第一次吃觉得就还好，后来就觉得塔皮又酥又香又软，吃完以后回味无穷，然后就隔三差五的去买来吃。这几天终于在家好好研究了它的味道，不能说100%一样吧，但是我感觉也有1半以上相似度了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研究的成果，如果你开店赚钱了，可别忘了我哦。先来做塔皮，黄油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，加入糖粉，用刮刀拌匀，然后加入常温的蛋黄，用打蛋器给它们搅打均匀。蛋黄不能太凉，不然容易油水分离。拌匀以后，把低筋面粉和奶粉放在一起过筛，然后再加入杏仁粉，杏仁粉也可以过筛，也可以不过筛，用刮刀把它们拌匀。材料大致混合均匀以后，就可以放在桌子上，用这种切拌的方式把材料全部拌匀，不能揉它，太用力揉它容易起筋，口感可能就不那么酥了。成团以后可以给它分成等量的小份儿，我是分成40克一个，主要看你用的塔模是多大的，我用的那个模具比较小，就分成40克一个。给它滚圆，表面盖好，在室温下松弛30分钟就行，如果室温太高的话，可以放到冰箱冷藏。然后再来处理模具，在模具里边刷一层软化的黄油，再蘸一层低筋面粉，把多余的粉倒出去。我用的就是这种3能的蛋塔模，其实德式布丁塔的模具还会比这个瘦一点高一点，我就是懒得再去买了，有什么用什么。不粘模具建议也这样处理一下，会更好脱模一些。塔皮松弛好以后，就把它们一个一个的装在塔模里，先把它弄成一个碗的形状，然后再放在模具里，用大拇指一直转着圈压它，尽量的给它压得薄厚均匀，建议不要太薄，因为这个塔皮挺酥挺软的，如果太薄的话容易碎，也不好脱模。压完以后要让这个皮高出模具，然后再用刮板把多出来的皮削掉。削的时候这个动作一定要快，这样削出来的这个边才会比较整齐。如果有毛边的话，就用手再把边上压一压，然后就好了。按照这个方法把所有的模具都装上饼皮，削下来的这些就给它重新组合在一起，再捏成球，然后再继续整形。整好型的塔皮我们要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至少要冻1个小时，这样烤的时候才不会回缩。这些是我前一天晚上整好型冷冻的，这些冻好以后可以不马上用，就这样摞起来，然后用袋子装好继续冷冻，可以保存3个月都没问题。想吃的时候做点布丁液倒进去烤熟就可以了。布丁液做起来特别简单，就是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先把蛋黄和细砂糖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倒入牛奶和淡奶油，拌匀以后再过筛一下。这个提前1晚上做出来也可以，做好以后表面盖上，放到冰箱里冷藏，烤之前再倒入塔模里。如果只做原味的，以上步骤做好就可以了。现在再搞几个不同口味的馅儿，蓝莓留几个新鲜的，剩下的熬成果酱。蓝莓洗干净以后倒入细砂糖，然后再挤一点柠檬汁，放到火上开大火煮它，要用铲子一直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糊锅。煮一会儿，糖化了就会出水，要想让它快点煮熟，就可以这样把它压碎。大火煮挺快的，像我这个量也不多，差不多不到20分钟吧就熬好了。煮到这种有点浓稠的状态就可以离火了，倒在碗里放凉备用。如果不说它是果酱，我真觉得它好像是一碗老北京炸酱，看跟这个炸酱是不是挺像的？顺便给你们推荐一下老北京炸酱面。跑题了，下面来做巧克力酱。把巧克力和淡奶油放在一起，
放在不超过60度的热水上隔水融化。等巧克力化了，把材料混合均匀就可以了，然后装入裱花袋备用。然后做南瓜咸蛋黄，刚开始我不知道用哪种南瓜好，然后就试了2种。左边这个用的是这种，平时我们也叫它老倭瓜。右边这个用的是这种的贝贝南瓜，这种水分少一些。蛋黄用的是冷冻的，放了点酒，然后给它们一起放到蒸锅里蒸熟。蒸熟以后再混合均匀。尝了一下，我觉得用水分少的南瓜比较好，但是用冷冻的蛋黄我感觉口味不是很好。然后我看了一下介绍，人家用的是海鸭蛋，然后我就买了几个这种熟的咸鸭蛋，把黄弄出来，给它捣碎，再把贝贝南瓜蒸熟也捣碎。把南瓜和咸蛋黄混合在一起，比例的话我是按1:1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改。一边搅拌一边品尝，想多点南瓜就再加点。南瓜如果不够甜就再加点糖，够甜就不需要加了，这样它吃着有层次感，咸甜口的。这些内馅的材料都准备好，就可以烤布丁了。这个是提前做好的布丁液，还有红豆馅儿。红豆馅儿的做法可以看我之前发过的红豆面包，里边有不用炒的红豆馅儿的做法。蓝莓和蓝莓果酱、巧克力酱、咸蛋黄南瓜。先预热烤箱，上下火180度，等烤箱快预热好了，再把塔皮拿出来。塔皮不需要回温，冻着就可以直接烤。把各种内馅放进去一些。这个是第一次烤的，因为没有经验，内馅放得太多了。内馅千万不要多，尤其是模具小就更不能多。其实自己在家做的话，也可以不熬果酱，只放蓝莓就可以了。我就觉得吧，有点多此一举了。内馅放好以后，再把塔液倒进去，是布丁液，可以多倒一点，不要吝啬。我是倒了9分满。再放2个新鲜的蓝莓进去。第一次烤就先试温度，烤2-3个就行，因为你也不知道温度时间是否合适，烤出来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。放在烤箱的中层，上下火170到180度烤25到30分钟左右，我是180度烤了28分钟。烤到表面有点焦化层就可以了。晃一下盘子，如果塔液还有流动性，那就再放回去烤一烤。等它完全凉了以后再脱模，也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快速降温。像我这个模具吧，不是不粘的，脱模就稍微有点费劲。如果是用这种模具的话，建议你给它冻硬了，然后再脱模，会好脱一些。先用手轻轻地把边儿都扒一扒，看到有缝儿了，然后再尝试给它倒出来。像这个有点倒不出来吧，你就把它在桌子上震几下，然后它就掉出来了。但是如果没冻硬的话，布丁液有可能会被震出来。如果是不粘模具，应该就可以轻松脱模了。红豆口味的可以在表面放一层蜜红豆。这个就是第一次烤的红豆馅的布丁塔，红豆放的有点多了。内馅真的千万不要太多，像这个吧，吃着就像是红豆塔，吃不到布丁的口感了。红豆塔吃着倒是也不错，我爱红豆塔。这个是第一版做的巧克力口味的，也叫脏脏布丁塔，上下都放的巧克力酱。后来我琢磨了，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在里边放一块巧克力，然后再倒入布丁液，放进烤箱里给它烤熟。晾凉脱模以后，再在表面挤上我们做的那个巧克力酱，
这个巧克力酱挤的时候要在它还有流动性的时候挤，因为等它凉了以后就会变成膏状了。挤完以后等一会儿，等它表面凝固了再筛上可可粉。如果表面不凝固的话，这个可可粉就会被它吸收，你会越筛越多。这样吃着更有层次感。底下的巧克力烤过以后就没有那么硬了，还稍微有一点点嚼劲儿。上边是丝滑的巧克力酱，其实还可以做抹茶口味的，里头挤上抹茶酱，表面筛上抹茶粉。抹茶酱我之前也发过做法，可以到我的往期视频里查看一下。我家就是没有抹茶粉了，所以这次就没做。后来做的放了很少的内馅，吃着口感就正合适。这个是原味的，塔皮酥酥软软的，布丁嫩嫩滑滑的，很好吃。这个配方用我这个大小的模具可以做15到16个德式布丁塔，用其他大小的模具我就不知道了，大家自己试一试吧。做多了吃不完可以冷冻保存的，拿出来放在室温下回温，等不是那么凉就可以吃了。千万不要问我要不要复烤，不能复烤哦，回温后直接吃，有点凉凉的更好吃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